说到野菜，相信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蒲公英了。现在呢，也正是挖蒲公英的季节。蒲公英被人们称为药草皇后，可见它的药用价值很高，有清热解毒、清肝明目、消肿散结等功效。但如果能搭配其他食材一起用，养生效果会更好哦。可以搭配金银花，金银花味甘性寒，金银花中含有绿原酸，有清热解毒、养肝护肝的作用，而且还能够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，调节免疫力。如果将蒲公英和金银花一起泡水喝，能很好的排出体内毒素垃圾，减轻肝脏负担，还能够降低体内肝火，养肝效果可以说是事半功倍。肝不好的朋友呢，可以这样搭配的看一看，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哦。养肝呢，要注意的事情有很多，要保证充足的睡眠，保持好的心情，还有多注意饮食，这样肝脏也会感谢你哦。供血不足的人经常会出现头晕、耳鸣、手脚麻木、记忆力减退、失眠多梦等情况，影响身心健康。那今天教大家2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疏通血管，改善脑供血不足的不适症状。动作1：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手向外张开，手掌心朝后，和肩膀保持平齐，然后双手手臂再向后伸直，坚持2秒，回到原位再做。那坚持做30次，注意做的时候要平行向后推进。动作2也是自然站立，双手在胸前，像我这样食指相互扣住，然后一起向头后方用力作用，这样一前一后为一组，也是反复的做30次。那这2个小动作呀，简单方便，脑供血不足时做一做，可以促进脑部供血，改善脑供血不足。做完头颈都感觉到很轻松。脑供血不足是指人脑某一局部的血液供应不足引起的脑功能障碍。如果脑供血不足，很容易出现头痛、耳鸣、失眠、记忆力下降等问题，严重的还会造成脑中风、脑损伤等。那当出现脑供血不足时，会有哪些表现呢？第1，脸部发麻。如果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情况，我们的神经系统会受到影响，这时呢就容易出现脸部、舌头以及嘴唇发麻的情况，尤其是脸部会更明显一点。第2，看东西突然模糊。如果出现看东西突然模糊，甚至突然性失明的情况，而且只持续几秒钟，这时就要小心，很有可能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，最好到医院呢检查一下。上面这2个脸部变化，如果你都没有，说明血管还算干净。若是出现脑供血不足时，还可以常做一个动作，有助畅通血管，改善脑供血不足。这个动作就是空抓手，自然站立，双脚打开，与肩同宽，两手向前伸直，做空抓手的动作。五指张开时，胳膊前伸；五指并拢时，弯曲胳膊。早晚做1次，每次3分钟左右。空抓手可以改善身体末梢循环，疏通经络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恢复脑供血有帮助。年纪之后很容易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情况，那经常表现为头晕头痛、耳鸣、记忆力衰退等，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也很大。那有脑供血不足的人可以多吃一些对心血管有益的食物。西红柿，西红柿是我们生活中经常吃到的，很多人都喜欢吃。那吃的最多的应该就是西红柿炒蛋了。西红柿中含有多种的维生素，其中含有的维生素芦丁可以软化血管，起到保护心血管的作用。大家可以经常的吃一些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也有帮助。大蒜，大蒜是生活中常用到的调味品，大蒜的味道有些重，很多人不喜欢，但是大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。大蒜中含有丰富的大蒜素和维生素 B1， 经常吃可以降低血液粘度，增强血管壁弹性，对预防脑供血不足、血栓以及中风都有一定的帮助。脑供血不足是小中风的一种，所以大家要及时的进行调理，这样中风也会远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中老年朋友经常感觉自己记忆力下降，总头晕头痛、耳鸣、失眠多梦。其实这可能是脑供血不足了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2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改善脑供血不足。第1个动作，踮脚拍手。动作很简单，首先自然站立，双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然后踮起脚尖，双手手臂向身体两侧伸直，坚持3秒，脚跟落回地面。
落回的同时，双手向前伸直，手掌心对拍，这样反复的做5分钟，可以早晚都做一次。那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为大脑提供血液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有帮助。第二个动作，伸懒腰，躺着、坐着或者是站着都可以做。那先将双手向上举过头顶，用力的拉伸腰部和背部，每次拉伸20下就行。这样伸懒腰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缓解身体疲劳，对提高大脑供血也有帮助。供血不足在中老年人中很常见，经常表现为头晕头痛、肢体麻木、记忆力减退等，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建议多吃下面这2种食物，可以帮你很好的改善。第一种，新鲜的水果蔬菜。脑供血不足的人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，因为蔬菜水果中含有很多营养物质，可以帮助身体补充营养，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提高新陈代谢，对预防血管堵塞、脑供血不足有很好的效果。第二种，五谷杂粮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五谷杂粮中含有多种的纤维素、矿物质以及维生素，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益的。不仅能为身体提供营养，也能够改善血管的血液循环。比如玉米、红薯、芋头等，经常吃这类食物能让大脑更健康，预防脑供血不足。很多人过了50岁会出现视物模糊、看不清东西、眼睛干涩等情况，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帮助保护视力，使眼睛更明亮。这个方法就是按摩我们的2个眉毛内侧边缘的凹陷处。按摩时可以用食指或者是大拇指按揉这里，每次按揉100次。因为这里距离眼睛比较近，所以大家按摩之前最好先将手洗干净，按摩的力度自己掌握，适中就行。只要感觉有酸痛感，切不可力气太大。按摩这里可以明目醒脑、祛风通络，对缓解头晕、头痛、老花眼有很好的作用。那中老年朋友平时也可以多按摩这里，做完之后会感觉到眼睛舒服很多，还能够帮助的小方法。俗话说，白发3000丈，缘愁4个长。其实长白头发和遗传有关，但如果在长期的高压下，精神紧张，也容易长出白头发。那年纪轻轻长白头发会让人显老好几岁，经常染发对身体也有害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今天告诉大家2个小方法，可以预防白发生长。方法1，多吃含维生素的食物。多吃含有维生素 A 的食物，可以帮助维持上皮组织的正常功能。我们平时吃的胡萝卜、菠菜、动物肝脏等，都含有大量维生素 A。还有多吃含有维生素 B 族的食物，有助促进头皮的新陈代谢，对预防白发产生有很好的效果。比如肉类、豆类、花生以及粮谷类等。方法2，敲打胆经。胆经在我们大腿外侧裤线循行的位置，有白发的朋友可以手握空拳，早晚敲打胆经，每次敲打100下。这样敲胆经可以促进胆汁分泌，提升人体的消化能力，对改善白发有很好的效果。除了上面这2个方法外，还要保持精神放松，学会放松自己，这样有助预防白发产生。上了年纪之后，尤其是进入50岁后，身体开始走下坡路，体质下降，肝脏、肾脏功能也会跟着下降。如果想要保证身体健康，就需要多注意饮食。下面的3种食物能少吃就少吃。第一种，腌制类的食物。生活中很多腌制类食物都加入了大量的盐，如果摄入过多的盐分，很容易造成机体水液不平衡，给肾脏加重负担，而且还容易引起血压升高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第二种，油炸类食物。通常油炸类食物都是经过高温油炸成的，其中含有大量的脂肪，如果经常吃的话，很容易造成身体肥胖，使血液变粘稠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所以50岁后如果想要养生，就尽量少吃油炸食物。第3种，发霉的食物。发霉的食物就尽量都扔掉吧，不要将好的部分再接着吃，因为食物霉变的时候会滋生大量的细菌和微生物，而且还容易含有黄曲霉毒素，如果吃了很容易影响肝脏健康，所以大家也要少吃。
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